天上元，这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们偏来投啊！既然你们都那么想死，那我就让你们今天都死在一起！杀！没事吧？怎么回事？显然是江青羽早就买通了这里，要置风剑侠于死地。现在当务之急是离开这。想走，我可是赌上了一切才换来的这个机会。江副门主可是想清楚了，这桩交易之后，你可就一无所有。楼主错了，这桩交易若是成了，江某就什么都有了。可是我看这里迷雾重重，根本找不到生门。这不换楼的迷雾阵，用肉眼确实很难找到生门。柯某多年来修炼玉兰剑意，可追踪空气的流动方向，找到生门并非难事。还是你靠谱又聪明，往哪走？那边。我们走。就再也没有人追查程儿的死因了。听这风声，应该是浮沉地要沉到海底。你们跟着我，我带你们出去。江青羽，你向江城下毒，无非就是被流言蛊惑，丹玉使你自招邪魔。悲了，这个江湖实力为尊。待我成功登位，谁又敢说赤血丹仙的雁门门主不是正道啊？破乱人心，大国为因。追上！是程儿的大雁。唐狐狸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还抓了江青羽？多谢唐公子留他一命，此人乃是我中原剑会重要一番。现在最重要的是离开这儿吧，往哪走？这儿，这边，除了在这边。慢着，唐狐狸，
我们得赶紧走了。是啊，唐公子，这地方快要沉了，时间拖得越久，怕到时我也找不到出口了。哦，是吗？是出路，还是去往阴曹地府的死路啊？唐公子，你不信我？我信风传香，但你是吗？唐狐狸，唐公子，为什么？因为真正的风传香已经死了。就在半年前，所谓的风传香离奇失踪当晚，被江城在毒发的似真似幻中亲手所杀。竟是这样。是这样的吗，风剑侠？唐离子，你不愧是尊主的敌人。重新认识一下，鄙人风流殿花无言。花使者，你答应过我的，如果我帮你，把唐离子他们都引来，全部都杀了，你就会帮我坐上雁门掌门的位置，你可千万不能忘了。闭嘴！鄙人略有好奇，唐公子是从何时知道我不是风传香的？风拂芦花地，月碎花溪山。唐公子，初次见面，在下风传香。风拂芦花地，月碎花溪山。西风一剑去，雁行十里船。唐公子，怎么了？你不识得那玉佩，也不知那句诗，答案很明了了。原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露馅了吗？他以豪府血案为引，先是拖中春季所在的中原剑会下水，又利用江青羽对江门之主的贪念，搅动了雁门上下。若我最后未能识破此计，就会在江湖的追杀之下，被迫带着迟云和中春季来到13楼与楼主做交易，逼我亲口说出当年的秘密。4年不见，他的手段还是那么拙劣，跟你的伪装一样。敢对尊主不敬！难道他没有告诉我？见到我要逃。你竟然从一开始就知晓我是假的，还愿意陪我演这出戏？你愿意让这些耳入池塘，就是为了顺着尊主的布局找到他。唐公子，你就没有想过，这一步若是出了差错的话，他们的命……唐某时间宝贵，没有时间陪你再继续废话。找到刘演才是我的真正目的，其他的事对我来说根本就不重要。果然如
如同尊主说的一般，无情无义，自私自利。看来他也没教你，懂得求饶是好事，懂得向我求饶更是好事。带我去见他。赤云，刘野的手笔。他是我的。是。我是草方，唐离子，你大爷啊！一箭穿心，致命之伤。愚蠢！一体双影，一死一生，一生一死。想不到这世上竟真有这种体质。觉得我是个怪物。尊主说了，你也是个怪物。怪物对怪物最合适不过了。唐公子，怪物也能体会人的情感吗？你去告诉刘烨，就他这点手段，还杀不了唐离子。我唐离子天下第一。想消恩仇，叫他自己来。滚！王立慈，想见尊主就循着邪文来找，你和你的朋友先享受他给你的额外赠礼吧。怎么办？四周都被火烧了。张狐狸，快把你后手拿出来吧，别等。我两手空空，自然是没有后手。两手？你不怕变成烤狐狸吗？
阿谁姑娘告知，江某已知晓情况，看来在下赶来的正是时候。就知道你这狡猾的糖葫芦。走了。没想到二门主居然是这种人。对啊，他平常可是对门主忠心耿耿。他的身体被毒融尽，我只知道这个。你走吧，他们那边快开始了，去送你主人最后一程吧。江门主，1年前，江城被江青羽暗中投下星鬼九星丸，他平日对叔叔不甚防备。自然也对下毒一事无知无觉。直到半年前，流连小众，风传香不忍告知真相，反被江城误解。江城因急怒毒发，在幻象中失手对自己的好兄弟出招。风传香身受重伤，知道自己命不久矣，他不想让江城背负杀友之痛，便选择一个人静静地等待死亡。而江城在第2日清醒之后，再不见风传香，又每日被邪丸的毒性折磨。此后，他四处寻觅一个永远得不到的真相，直到他迎来自己的死亡。死了也好，死了就不用面对杀死好友的真相了。更不用成为被邪丸驱使的怪物。你觉得我是个怪物？尊主说了，你也是个怪物。怪物。什么？他受了那么重的伤，没死都是庆幸啊！你却说他伤口都愈合了。是啊，师兄，你快去看看吧。方师兄抢回来的不会是个怪物吧？这小怪物还真香，那么凶。方舟就会给我捡些孤儿、疯子、怪物回来浪费我的药。我数3声，你松开，好不好？1、2。你有没有人性啊？还真下死手，杀不死还没人性，那你可怪不得我了。别费劲了，这半步骨是冲不破的。小心！师兄！小怪物别跑！拦住这个怪物！方舟！
你不要怕，这里没有人伤害你。我叫方舟，是他们的师兄。来。好了。不管你之前经历了什么，到了这里就都结束了。你要是没有别的去处，就在这住下吧。今后这周地楼就是你的家。敢磨痕，却汹涌绝地，皆可及，皆尘缘，一朝夕。望可望，不辜负，不放逸。听雨的声音在耳畔，醒梦中的云遮不住云眸里的心。复古的烛火，寂寞的花，慈悲的佛，说太多都看破，在沉默之中闪烁。沉默暗涌，胜过千言万语。为了杀死怪物，你把自己也变成怪物了。阿言，我是邪魔外道，所以我不明白菩萨为何也会入魔。是因为我吗？公子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公子久未归来，有些担心。不需要，伤口自己会好。你又做这种无用的事，我说过了，这对于我来说就是多余的东西。阿谁不知道公子想要什么，不想要什么。阿谁只知道，就算会痊愈，受了伤也会疼。公子是在祭奠江少门主和封建侠吗？唐某可不会祭奠两个蠢货，明明还有转圜的余地，却因为自己的愚蠢，一步步走到无法挽回的地步。公子不是这样的人，也不会这么想，否则也不会帮他们了却了遗憾。收起你的慈悲，我是个怪物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不会因为谁说我不是，我就不是。曾经有人说过公子不是个怪物，那便不是只有阿谁一个人如此认为。你若能让伤口不愈合，我就相信你说的话。你办不到，这说明你说的是连你自己也不相信的鬼话。你知道
刘衍为何要杀我吗？因为我杀了方舟。尊主，是属下无能，未能把他带到我们的火药阵里。尊主，是他没用，我还刺了唐丽子一剑呢。你给我回去！请尊主恕罪。他没杀你，是放你回来跟我问好，是不是？他说，这一点手段，还杀不了唐丽子。他武功绝世，天下第一，想消恩仇，要尊主亲自来。多么可笑！他要我去寻他，还想与我消了恩仇。尊主，接下来的计划就交给小红去吧，如何？唐公子，成儿，他杀了封建侠，杀人就得偿命。老夫愿自断一臂，替成儿向江湖谢罪。江门主，星鬼九星丸只会蛊惑贪妄之人，欲壑难平，神仙难救。你的这只手臂，唐某收下了。但如今的江湖遍地波旬，这只手臂暂且留在江门主的身上，会有更大的用处。是啊，江门主，少门主乃被奸人所害，并不能怪他。没错，你也不必自责。是啊，老将。狄仁血，雁门风，死无常，枫叶红。从今以后，诸位之事，便是我雁门之事；与诸位作对之人，便是我雁门的敌人。江门主，您言重了。再次谢过。闻到好远。太好了啊！借过借过，让让让让，谢谢，让让，哎，借过，借过，不好意思啊，借过，不好意思，借过，这个是不是？老板，我前2天看那只镯子呢。哦，给您留着呢。来，哎呦，这次我钱可带够了啊！是给心爱的姑娘吗？这是给我钟妹的礼物，她快回来了。让开！我的镯子！对，你的。冉青派怎么会来这里？不要再折磨我了！这人竟敢在中原剑会管辖的地方闹事儿！中原剑会，我要去中原剑会。去中原剑会？冉青派是遇上什么麻烦了？中原剑会，中原剑会！哪来的怪物？往哪儿撞呢？怪物！我不是怪物，你才是！
对不住啊，我的人剑素来只对奸人出鞘，刚刚只是形势所迫。哎，等等，我是茶花岛的，你是染青派的，大家都是正道中人，有话好好说。染青派已经都死了，都死了啊！你说什么？都死了？染青派都死了？怎么回事？凶手是谁？是唐丽兹，他派了一个红衣服的妖女给我们吃下了大量的星龟救心丸，只有我多谢普竹先生，若不是先生，今日西坛就要给师门丢人了。天地人三剑，你已初窥人剑门径，不日便可达到地剑境界。真的吗？不愧是普竹先生，真潇洒。杀人者叫唐丽慈。进来吧。豪府灭门血案已破，钟姑娘已经带着江青羽回剑会复命，你是不是也该回燕县了？是，唐公子。待公子沿途方便之时，寻个码头放下阿水即可。为什么不说你想留下来？公子愿意收留阿水？留下，不就是你的目的？水开了，我为公子泡茶。你并非迟云，不是我的仆从，可以不用做这些。承蒙公子暂留，阿水没有什么钱财，能做些事，也能安心一些。你可以看。多谢公子。江门主，在下急于返回剑会，便送到这儿。那叛徒江青羽交予钟女侠了，还望钟女侠将其带回中原剑会受审。我雁门也定会全力协助，将星鬼九星丸一案一查到底。多谢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各寻救主，各安天命。
剑王。见过剑王，见过剑王。不知剑王大驾光临，雁门上下有失远迎。若早些得到消息，江某也好备好宴席，为剑王接风洗尘才是。要事当前，雁门的酒菜只怕无福消受。不知剑王所言何意啊？新鬼酒新丸，速速交出犯人江青宇！于剑王，剑王尊前不得近身。江门主，你有话就站那儿说吧。慢着，这里好歹是老江的地盘，还名门正派，客随主便的规矩不懂，那先来后到懂不懂？下次想要人记得别睡懒觉，早点出门自己去抓。你是什么人？敢在剑王面前如此放肆！天上云，驰云，没想到黑道中人也管起正道的事了。他认识我。雁门少主服食邪丸，江门主的弟弟谋害亲侄，大好雁门不仅出了败类，还勾结黑道中人，雁门堕落至此，真是令人痛心。于剑王，此人雁门已交中原剑会处置。没错。剑王，我乃中原剑会善丰堂堂主钟春季，待犯人江青宇归案，正是家师的指示，还望剑王成全。名剑榜上的第7短剑小桃红，你是邵延平的爱徒。小姑娘，你师父怎么样啊？家师一切安好，有劳剑王关心了。那你可知，即便今日你师父在此，他也不敢拦我。剑1、剑2，押人。是。慢着，听你这意思，谁拳头大谁说了算是吗？剑王城素来以德服人，以武除恶，你敢阻拦于某？瞧把你狂的！我就站在这儿受你一剑，你也伤不了老子分毫。池兄弟，池月，你放了！就问你这个贱人敢不敢吧？只要退一步，人你带走，老子二话不说。若是你伤不到老子，就带着你这群绣花枕头滚蛋！即便普珠先生在此，也不敢出阁下此等狂言。少放屁，堵不堵？怕老子欺负你啊？老子转过身去让你，敢不敢？于剑王，石云只是一时赌气。是啊，剑王，他。云逆！老子就知道，每次我有高光的时候，你就会来抢风头。唐无力，我赌了一步不对。唐无力，我赌了一步不对。
晚辈唐立慈，见过于剑王。你是周地楼的那个唐立慈，江门主果然是交友广阔呀。于剑王，唐公子他怎的？堂堂剑王，难道打算赖账？莫非真是人如其名，剑人之王？大胆！我是夸奖你家主子，剑人合一，一剑一人，你生什么气啊？再说，要是不喜欢剑王这个称号，也可以叫算王。昨日擒凶，今日便至，未卜先知，动作奇快啊！无礼！那要看中原剑会和雁门给天下一个怎样的交代。未卜先知，说明剑王之能；动作奇快，说明事态紧急。剑王何错之有啊？你怎么拆台啊？这分明就该由剑王城接手。中原剑会愿将此事托付给剑王城，请剑王务必让真相水落石出。你有没有搞错啊，唐狐狸？在这么紧要的关头，你就不能说两句正经的，非要拆我的台？唐某一向正经，我硬接了那贱人一剑，转头你就把人给他了。那一剑是我接的，那我也好不容易骗了你一次，那怎么能算骗呢？那怎么不算骗呢？骗是指在别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此人。我对你的意图了如指掌，我大可袖手旁观，但是我却选择救你一命。所以，不是你骗了我，而是你又欠了我一次。啊，嗯，这都一样，都一样。唐公子，池大哥，钟姑娘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儿，走了。钟姑娘，没什么事，负了点小伤，无碍。不如这样，我们先上船，给你包扎下伤口，再给你换身衣服。那就有劳阿水姑娘。走。唐狐狸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我若不让于将王带人走，不止雁门，中原剑会与剑王城结仇，将来不管审出什么，都无法取信于人，因为我与此事与他们都纠葛甚深。那这件事就这么算了？那星鬼九星丸的线索也断了呀，还有害你的人，他现在人在哪儿呢？想要害我之人是谁，我知道。至于他现在在哪儿，江青羽不可能知道。而星鬼九星丸的线索，现在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？既然有了于气凤这条更大的线索，那小线索便可弃之。你是怀疑于老头是风流殿的人？他就算不是风流殿的人，也与风流殿过从甚密。那个江青羽不就会被杀人灭口？他不该死吗？我一会儿就走了。哎，阿谁，钟春季，过来吃栗子。我要赶回剑会了，就不吃了。没想到这次调查豪府血案，竟牵连出一连串案子。若不是公子帮忙，我应该是查不出风流殿这幕后黑手。唐某并没有帮钟姑娘的意思，唐某倒是借钟姑娘之手，做了自己想做的事，帮你查出豪府血案真凶，追捕江城，甚至阻止于气凤带走犯人的人，都是池云。你该感谢的人是他。谢了，池云。不用客气。那
唐公子日后是要去剑王城吗？那里有线索。可那是于剑王的地头，剑王城弟子数千，于气凤号称剑王，根本不是杨尚卿、江青羽等人能比拟的。若他真的有问题，那剑王城无疑是龙潭虎穴。不如等我回去禀明师傅，和剑会的人一起，到时候……钟姑娘，唐某方才已经说过了，唐某并不是要帮剑会查案，也不在乎星鬼九星丸是否危害天下，只是剑王城恰好有唐某需要的线索，唐某才会前往。所以钟姑娘，你也不必过于担心。这只木偶是唐某闲暇时所刻，送给钟姑娘，做个纪念。这木偶刻的是我。哎呀，你就放心收着吧。唐狐狸没事的时候就爱刻点这种无聊的玩意儿，冷了还可以当柴烧。钟姑娘，阿谁姑娘，多保重，照顾好自己。出发，剑王城。沈狼魂呐，沈狼魂，在浮尘地搞了这么大动静出来，那你说，这次这个失误，我落魄13楼，损失惨重，这账单该寄给谁呢？我们不是去剑王城吗？怎么感觉路走错了？去剑王城是为了什么？干那于老头啊！公子想将风流殿在剑王城的势力连根拔起，让背后的人再无藏身之处。这不是有我呢吗？若说你能将于气凤气得呕血3升，我信。可是若论潜伏暗处，寻得线索，你还差得远。你这前半句夸我的话听起来都不像什么好话。你有什么打算？我们需要一个善于潜伏的高手。你不是整天说自己是天下第一吗？现在也没辙了，也得找个高手。我武功高强不假，可是不还带着你吗？你的意思是，我拖累你了？哼。
什么情况？坐稳了。是。别拖船上。老子从没想过，老子竟然有个晕船。唐无礼，你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啊？雾气浓重，不辨东西，这是落魄13楼。不是说只有不换楼中才有去往落魄13楼唯一的路吗？老子在不换楼都换了这么多次消息了，都没来过这儿。你怎么知道这儿的？这大概就是普通客人和贵客的区别吧。你个死狐狸！石云，我能成为他们的贵客，你居首功。哎，对了，你还没说你来这干嘛呢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需要一个善于潜伏跟踪的刺客。你是说，一剑断尽世间人，13楼中沈狼魂？是啊，沈狼魂。虽然我没来过落魄13楼，但里面牛鬼蛇神肯定少不了。若是一会儿打起来的话，哎，你等我会儿。你是在找我吗？我在这儿。你终于来了，快叫我出去！赤人，你快过来，再走近一点。
赤云，我在这儿，快过来！那是13楼的摄魂会，靠蛊惑人心来向客人开价。啊？人怪，楼也怪啊！唐公子果然见多识广，本座做生意的这点小心思，全逃不过你的眼睛。唐公子，天上云，老主过，贵宾亲临，13楼可真是蓬荜生辉呀！自上次一别，楼主这爱吓唬人的性格还是没变。说到上次，天上云没在与不换楼交换消息，是否找到了尊夫人白素车？不如你尽快解了与唐公子的契约，为13楼效力，如何啊？唐公子，日前之事，不换楼损失惨重，公子前来可是给本座销账的？或许这份账单应该寄给风流殿。你不杀伯仁，伯仁却因你而死，无论是你还是他，都是一样的。逆影术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楼主一向是个明白人。13楼曾替此人给在下送过一只笛子。他只让你去办事，却没告诉你这半只玉笛背后的故事。看来楼主你亦是他的棋子之一。唐公子，4年前你死过，所以断笛不能复接，人死却能复生，这其中的秘密。本座很是好奇，楼主，你的好奇可不能帮你做生意。公子既是来做生意的，何事相求？楼主耳目通天，想必对唐某的来意了然于心。今日唐某前来求13楼第1杀手沈狼魂1年之期。公子并非第一次与13楼交易，应知13楼规矩。唐某没有赊账的习惯，请楼主开价。唐狐狸，小心些，他吃人都不吐骨头。万一本座想要的是你呢？这便难了。唐某自觉比沈狼魂贵一些，要不楼主补个差价？真遗憾，本座有意，公子无心。想要沈狼魂，公子亲自上楼来找吧。上楼，我挡着。
长高了。什么？什么鬼东西啊！唐狐狸，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？唐公子，4年前刘演将你割喉扔进水井里，没有人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活。可你如今不仅好端端的活着站在这里，还在江湖上搅起了万丈波澜。唐公子，你不死的秘密是源于你的躯体，还是你所修炼的功法？楼主已是命悬一线，那些本与你无关的东西，又何必多问呢？是吗？可若是本座执意要知道答案呢？楼主应该清楚，知道的越多，死得越快。楼主就这点能耐，这样的本事，可听不起唐某的秘密。本座耗尽心血所造的楼，你还未窥见一半。鬼斧生，唐人你！原来落魄13楼的机关是出自天下第一演术师鬼斧生之手。唐公子，你以为只要你不说，13楼就没办法知道你的秘密了吗？你可知，13楼面前就没有能藏住的秘密。
可本座最心驰神往的那一击，还未瞧见呢。楼主又何必执着？楼将关禁，我要的人呢？唐公子，执着是错，可太过自负也是一样的。终于来了，沈狼魂。唐公子出手总是侧身避让，旋身之际，气脉分明有致。你腹部有伤，且时日不短，无法疗愈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你藏得很好，可还是被本座给看出来了。想当年7大高手力战一阙阴阳，方舟当居首功，此战后才被尊为天下第一。唐丽慈啊，你那腹部的伤，该不会是方舟所留的吧？沈狼魂，攻他救急。既然阁下执意要看，那这一招，阁下看清楚了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与他一样。天人无至秘，琉璃往生谱，也只有往生谱能够生生运化不息，让你重伤痊愈，死而复生。可是为什么你会有一具阴阳的武功？还有那道在你腹上连往生谱都无法疗愈的伤口，究竟是什么呢？想窥探人心阴暗处，
小心反被扯入黑暗里哦。唐丽子，你逗得本座好开心。沈狼魂你可以带走，但是他听不听命于你，那得看你的本事。哦，不是付钱买命，人钱两清。13楼何时又多了一条新规矩？那从来不是落魄13楼的规矩，而是4年前沈狼魂自己定下的规矩。剑王，你终于来了！若不是剑王亲自出面，我肯定就要被中原剑会的那个小丫头骗子带走了。我不求剑王再给我什么，只求剑王与我出城，让我到乡下做一个普通的乡野村民。剑王，你放心，我嘴严得很，不会牵连到剑王城的。你麦要给我的事，我也是只字未提啊。你方才说，谁卖给你的药？剑王乏了，妾身要为他舒缓经络，你们收拾收拾，都退下吧。是，白夫人。剑王方才非智者所为，此事原可做得更漂亮些。嫌犯江青羽因据风流殿非人报复，畏罪自杀。可剑王这冲动一剑，便白白断了这个路子。我是剑王，何须故布疑阵？我说他是畏罪自杀，他便是畏罪自杀，何人胆敢质疑？剑王好气魄，看来风流殿派我来辅佐剑王，是多此一举了。希望过几日面对中原剑会质询时，剑王亦有如此气魄。尊主多虑了，那群蛮憨愚昧的长老能奈我何？那在雁门堡接下剑王一剑的唐丽慈呢？事情就是这样。之后，于剑王便带人离开了。弟子以为，星轨9星丸一案必定与剑王城有关，请师父严查。一派胡言！你知道于剑王是什么人吗？自300年前于家先祖创立飞黄山庄以来，10代剑王威名赫赫，号称天下剑祖。更有剑皇于玄清10年前在天都峰与方贤主等高手一同围剿一阙阴阳，实为当世典范。你现在竟然指责于剑王勾结风流殿贩卖星轨9星丸？蒋剑主，江青羽前脚刚被擒拿，于剑王后脚知道，哪会有这么灵通的消息？要怀疑，也该先怀疑那个唐丽慈。
你说黑衣琵琶客伪装成唐丽慈，意在勾起周地楼旋案？可诸位可曾想过，那黑衣琵琶客若是没有切实关联的话，又怎能搅起那么多事端？现在终于有人把线索送上门了，你不去追踪他，来查明方贤主的死因，还被他牵着鼻子走。没错，此人躲躲藏藏4年，一出现就惹出这么多事。冉青派被灭门，亦有人云唐丽慈就是幕后真凶。这明显是栽赃。要知道，冉青派出事的时候，我与唐丽慈同在雁门堡，他们这么拙劣的故伎重演，难道你们看不出来？要知道，灭门冉青派的是一红衣女子，你在雁门堡的时候有见到过她吗？唐丽慈想要作恶，何须亲自出手？说不定那黑衣琵琶客也是他的共谋。春儿，你江湖经历尚浅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于剑王罔顾剑慧将人带走，剑慧却只找唐丽慈。对于剑王，竟是连问都不敢问吗？既然剑慧如此气软怕硬，我把人交给于气风，不正帮了你们？你这是才当了个山峰堂堂主，就已经把剑慧、把我们这些剑主都不放在眼里了吗？为了一个外人唐丽慈，竟然和我们来辩论。我早就说过，他太年轻，不堪大任。下九流出身，更是短浅。二剑主，好端端的干嘛扯到3剑主啊？人家以前当过屠夫，也碍着你了。我可没这么说啊。那你教训春儿，有事说事就好了，说什么下九流？哎呀，诸位不要被晚辈看笑话了。剑王也是剑会中人嘛，这审理雁门一案，并无不妥。春儿，你先下去。哼，这放心，这里交给师傅。是。春儿年幼啊，说话有失分寸。邵某在此替他向诸位师叔赔个不是。邵剑主言重了。请坐，请坐，请坐啊！咱们中原剑会，承先师江南风以太阿剑相托，这代管江湖之事，自当小心谨慎，勿枉勿纵。郝文侯灭门，雁门邪丸流毒，再到冉青派被屠，还有这背后的风流殿，都需查证，否则岂不是辜负了天下群雄的信任？邵剑主，那您有何安排？马上便是余家木剑节了，天下英豪将齐聚飞凤山，新鬼酒新丸一事，就看于剑王届时会给天下一个怎样的交代。雁门骤逢变故，江门主必然伤心。我亲笔书信一封，老六，便由你去一趟雁门代为慰问。至于那个唐丽慈，此人神秘古怪，我会再找个恰当的人选调查。谨遵剑主安排。
先吃饭吧。娘是肉香味吗？好香啊！你爹卖了点东西，换回来的。家里还有什么东西？来，吃个馒头。给你吃吧。你也吃吧，好好吃一顿。谢谢娘，娘你真好。那我吃饱了就去洗衣服。再加一点，就加一点。行了行了，我给你的够多了，你还不满足？没有了。哎，再加2斤猪肉。我这姑娘养这么大不容易。那姑娘是你养的，谁不知道是你捡来的？加1斤，不能再多了。哎，1斤半。要是不行，你找别人配银回去。哎，你咋来了？你娘呢？你怎么过来的？你为什么卖我？我很听话的，我没你只管。丫头，别怨爹娘，你看我吧，本想着家里面就多一双碗筷，可你留下来做个童养媳，这实在太乱了。行了，别说了，不卖他全家都得饿死。1斤就1斤，这丫头，你带走吧。丫头，丫头。师傅，怎么，还在生你师叔师伯们的气啊？也不是了。我知道，他们不是怕事。他们就是怕事，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不过，还是要有礼貌。嗯。师傅，于剑王真的嫌疑颇重，我担心唐公子只身犯险，会遭不测。我知道。陪师傅散步。就因为你师叔师伯们呢，他们害怕于剑王，所以就算交给他们去查，也查不出名堂来。那该怎么办？所以啦，为师得找一个既不怕剑王胆大心细，又有本事的人，替剑会去查询真相。那这个人是？这个是剑王城送到剑会的木剑节请帖，为师是王，就由你代表剑会去剑王城一趟。还得是师傅明察秋毫。礼貌礼貌。你一个人去，为师不放心。钟妹，啊，弟子古稀谈，参见剑主。来，交给你了。好。师傅。剑主，伞，伞。师傅武功高强，这点小雨我不怕。切！钟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说多少次，别叫我钟妹，叫我钟一下。对不起啊，钟妹。师傅刚跟你说什么？师傅说，让你跟着我去剑王城。剑王城？池大哥，这炭火都加了2轮了，你的鱼马上他就……唐狐狸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在怪我钓不上鱼吗？不过是嗓子不舒服，天上云过于敏感了。你家那黑不溜秋的一坨，把我刚咬钩的鱼都吓跑了。里边那个游手好闲的家伙可是你的新主子，要是把他饿死了，
你这可算是主。好身手啊！早知你有这本事，老子还在这浪费时间钓什么鱼啊！1、2、3，只有3条鱼，还差1条。我看啊，是这闷葫芦气性大，打架打输了，自己生闷气。沈兄不上船吗？不行一处事，不是一路人。我没打算帮你，何必同乘一艘船？呀，唐狐狸，失算了吧？千辛万苦的闯楼，现在白瞎了。华鳞彩翅，燕江中以此鱼最为鲜美，只需火烤，无需佐料，方为上乘。阿谁？阿谁这就去烤鱼。且慢，炉火烟大，用这个。这是碧啸珠，摩挲生火，无烟无尘，佩戴于身还可驱寒护体。更重要的是，哇，好东西啊！你从哪搞的？那有树，小心！沈兄，我不是要你杀人，而是要你找人。你要我进剑王城？我要你收下碧啸珠。将密影术练到这个地步，这天下也没什么地方去不了，怪不得你要请他帮忙。你说他早说要钱嘛，弄那么大麻烦干嘛？这蝶瓣虫花也是，直接告诉我们不就完了？你错了，池云。沈兄要的不是银两，而是七宝重璧簪上的宝石。此簪曾是皇室至宝，上集7颗价值连城的碧色宝珠，碧啸珠便是其中之一。时人多有效法，蔚为流行。一阙阴阳之乱时，不慎遗落，遭人拆毁、变卖。自此，七宝散落各地，不仅难寻，更难辨真假。不过，唐某手中这一颗是真的。你解释给谁听呢？唐某恰巧知道，沈兄正在搜寻这7颗宝珠。只要沈兄答应帮忙，唐某同样答应沈兄，帮你一遂心中之愿。我沈某有2个愿望，比起这7宝重璧簪来说，我更想要第2个。只要沈兄应我，唐某必当周全。很久以前我就想问先生了，这山洞里既然伸手不见五指，那你为什么还要闭着眼睛呢？睁开眼，就会忍不住想看。越在黑暗之中，越想找寻光明。你说的有理。那你怎么不点灯啊？万一有客人来了，点了灯，还是要闭上眼。那为什么要点灯呢？无法反驳啊。那么先生对剑会为您准备的房间又有什么不满之处啊？为何一定要住在山上呢？那里人多。先生救众生却不喜众生，当真慈悲。好了，废话不说了，我有要事。
你我追查星轨九星丸一案，每查到线索，总是中途折断。这回啊，我又有新线索了。这是我徒儿中春纪在追查豪府血案时所牵连出来的。唐立慈、于气凤、雁门，天下漕运之要道，信燕传输之空路，这样说得通。令徒带回2件证物，倘若于气凤当真入了邪道，以漕运之便，在背后操控毒丸传播，还妄图染指雁门空月，恐怕不日便会祸及整个江湖。即便他为天下剑圣，也必须处置。不过没有证据，就不能抓人。这剑王城对江湖掌控很深啊，泰山周边5门18派皆以于气凤马首是瞻。此番若想查证，恐怕困难重重啊。除了于剑王，还有一人，我也很在意。唐立慈，正是。周地楼方舟之死，恐与他脱不了干系。先生的顾虑我心中有数。此回2件案子皆是春儿在他的指引下侦破的，但在同一时间，却有人见着他沿路杀人。据说，此人武功惊人，高深莫测。看来，少剑主对他颇为欣赏。我不否认，我欣赏其才智，但他究竟是正是邪，我却也说不准。我怀疑他以涉事之人的性命作为算计，引出幕后主使。不换楼之铺排，惊险重重。纵然此人不做恶事，也非好人。我会去剑王城走一趟。先生尽管去探虚实，但他的命恐怕不能交到江湖人手上。少剑主忘了，我非江湖人。想要集全簪上7宝，就算沈兄是13楼的第1杀手，也难如登天。人在一无所有之时，就会发现自己无所不能。你还没问我第2个愿望是什么？沈兄为何不问我如何帮你实现愿望？我的第2个愿望，想杀一个人。是楼主要他，与13楼无关，我的私事。江湖人称沈囊断魂。传闻，除了沈兄手中的剑鞭之外，还有一方秘境绝学，能将敌人困于心魔之中。沈兄今日为何不用呢？今日我志在夺珠，不再杀人。哦，若唐某想要瞧瞧呢？若是唐某没猜错的话，沈兄要杀的那个人，可是身负往生谱的高手。沈兄难道不想知道，你的绝学能否杀得了往生谱传人？那你可要小心了。你小子运气可真好啊！入楼1个月，师兄还给你办一个满月酒。吃饭啦！哟，还凶我小怪物！你跟我走！
是那么大，这就不是了。阿言，你们在闹什么呢？师兄，你看他。怎么样？这个月还住得习惯吗？还是不肯说话？哎呀，师兄你就别管他了。入牢1个月，3棍子打不出个闷声来。哎，好了，来，上桌吧。你还没告诉我们，你叫什么名字呢？唐。唐？唐什么？难道是忘了？那看来还得先帮你取个名字才好。阿言，你有什么好想法？我想想啊，唐哑巴，唐闷声，糖醋排骨，那可不行，那我岂不是每次叫他我都会饿？糖葫芦，又是吃的。小夫，你带偏我了。阿吉班尔，唐家。阿吉班尔，唐家。这是古老的梵文吧？你们聊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懂？我们在说，我想先教他识字，然后教他本门武功，成为我周地楼的弟子。不知你是否愿意？武功。不学武功，不会。你内力深厚，出手快准狠，说不会武功，谁信你？而且，我跟阿隐一样，都还想要一个师弟。我才怎么样？你愿意试一试吗？其实武功不是伤人的利器，终有一天，你会用它来保护你在意的东西。保护在意的。听雨的声音在耳畔呢喃不停，心梦中千载逢无力，断行旧日词，那就叫你唐立辞吧。鲜笋焖鸡汤来了，我看看。阿力师弟，来。小夫，我们也喝。我来倒酒，来。你们师出同门，逆影杀，浮光若梦。方舟，我一直不明白，为何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音乐
都忘光了。接下来，该唐某听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了。他能复制我的功法。请就撒谎，间因为我独自狂笑，手握日月乾坤任。七宝重璧簪，可惜和他的伪装一样，都是虚伪丑陋的赝品。这续命丹倒是真的，你知不知道这么一颗小小的药丸，是医者尝遍百草，以身试毒，无数次九死一生之后的结晶，而你却将它装在恶心的赝品里。这样的人可配不上续命丹。啊，原来是为了一个女人。你的眼睛又无辜又倔强，真是越看越让我想起的。我改主意了。我认识一个人，他和你有些相似，看上去真诚又无辜。他就是用这些得到了你的信任，然后露出蛇蝎真容，毫不留情地夺走了你的至亲挚友，毁了你的一切。就好比今日，我们萍水相逢，素不相识，我却这样待你，如此，算不算恶？我与他的仇恨，倾尽世间江河之水，也血浊不清。阿言。方丈，什么才算因果？作者为因，受者为果。若有人因我而杀人，有无辜因我而受害，这算不算是我的因果？
9月初3，购置茶叶烧酒若干。9月15，9月15是义父的武器。我与惠娘相处的日子很短，没有钱，但很快乐。这个是不是更好看？你喜欢就好。惠娘患有绝症，为了救她，我加入了13楼。惠娘，惠娘，蝶伴春华开出的条件，5年内不得与惠娘相见。楼主要的，向来是别人负担不起的代价。为了救惠娘，我替13楼卖命无载，直到4年前，我与13楼约满，满怀欣喜，带着可以救惠娘的续命丹，离开13楼。可在黄河边上遇到了那个人，那人毁掉了续命丹，也就是因为没有这续命丹，惠娘死了。寻他报仇的沈狼魂。为了报仇，我重回13楼，只为求他告诉我，那个仇人是谁。这一回，他又要了什么样的代价？惠娘的尸体。我将惠娘的尸身交给13楼保管。蝶伴春华将他封在琉璃玉棺中，让我时常能见到他。可每次见到他，都会让我想起我救不了惠娘。我认得出你的武功与他相同。他身上往生谱的功力，就是从我身上夺走的。那人是谁？人在何处？从前，他名叫刘岩，是我的朋友。如今，他是风流殿之主，亦是我的仇人。他这4年在哪儿做过什么，我不在乎。不过接下来，他只会出现在剑王城。所以那个黑衣琵琶客就是刘岩。这些事你为什么不肯告诉我？因为你不需要知道，刘岩并不是你的仇人。所以这4年你上天入地的想要找到他，是为了治你那治不好的旧疾。找到刘岩，
夺回全部的往生浦功力，才可自救。刘演与你都会阴杀功，都会往生浦，那方贤主的死，也是刘演做的，对不对？我知道这些事情你不愿意说，可一个于气凤就已经够难应付的了。此番入剑王场，再加一个刘演，更是九死一生的局。唐丽子，我拿你当兄弟，这一次你还是可以不回答，但我一定要还。方舟是我杀的。不可能！我早说过了，唐某不是好人，周地楼血案的凶手就是唐某。刘演视他如兄，也是因此而要杀我。这里边一定另有隐情，对不对？你是我兄弟，我清楚你的为人，你不是一个会滥杀无辜的人。你与刘演曾是朋友，若剑王城遇到，你该如何？旧日情谊已于4年之前了断，如今唐某时日无多，就算是为了自救，也该到我讨债的时候。今夜聊的就是已经够多了。沈兄，英雄配好酒。好酒。怎么没了？太少了。多的是。你神色不对。认识再没心没肺的人，被最好的朋友瞒了这么久，也不会开心吧？是因为他杀了方舟，让你失望了？老子早就知道，那姓唐的狐狸不是什么好人。江湖上的人总是要死的，死在谁的手上重要吗？就算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杀了方舟，但只要我知道他绝不是滥杀无辜之人就够了。老子是邪魔外道，他是妖魔鬼怪。你也不是什么好人，咱们都是一丘之貉。有理。于气凤呢？你自诩邪魔外道，为何要对上他？因为那个姓于的就更是个坏人，打着名门正派的幌子，把反对他的人都说成了邪，混淆黑白，我就要干。和我与唐丽慈相比，你还算不上坏。老沈，你连做坏人都要争个高低啊？啊？不过他为什么总在看那本《三字经》啊？你不是第一个问这个问题的了。其实我也不知道。
每当尊主听到这支曲子，便是想到那位唐公子了。小红学得可还好？小红，你有恨过一个人吗？当然有过，人活在世上，怎么可能没恨过谁？尊主，你也是一样的吗？我本以为随着逝者长离，我心中的恨意便会减几分，可是到了现在，我却恨得更深。我听人说，如果恩怨长久深沉，便会在冥冥之中促使我们与那人相逢。那相逢又是为了什么？相逢当然是为了离别。对了，相逢就是为了离别。前面就是剑王城了。这于老儿就喜欢臭血脉，这运河宽的，哼，冲能冲上天了。剑王城的住民10万人，天下巨富万翘斋在此也开有分号，和余家素有生意往来。余气凤统揽着天下漕运和那万翘斋，多少都有合作之意。万翘斋我知道，好像是什么国瘴还是国鹫的产业。宜阙阴阳死后还没几年呢，这万翘斋就已经富甲一方了。怪不得江湖豪杰都聚集于此，可光靠做生意，侠客们便能服膺？自是不能。若提到剑王城，便不得不提剑皇于玄清，人称八风来移读此剑，百兵朝皇第1人，而他也是天都峰之战中诛杀一阙阴阳的7大高手之一。剑王，乖乖，诛杀一阙阴阳，那可了不起啊！从那一战之后，一阙阴阳深陨，于玄清伤重难愈，选择在天焰剑壁自行兵解。兵解前，在天焰剑壁留下一道戒，留有缘者得之。若非3年前，于气凤终于悟出西风斩荒火的真意，今日的剑王城，盛名难续。余家木剑节9月初7时，共历7日，开剑、试剑、验剑等诸项活动繁杂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今日恰好是开剑与试剑之日。剑王城的气派可真足啊！周边5门18派的掌门都来了。这厉害！天下无敌，真是剑王剑，剑王剑，剑王不愧是吾辈一心憧憬的剑王高峰之人，果然不凡。是啊，也多亏于剑王不烈，才让我们这些毛小子有幸瞻仰。无比强大，我们何时才能变成像剑皇这么强大的人？我也不知道。剑王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来？确实有些无聊。师傅派我们调查于剑王不轨的线索，线索没找到，还要看这帮伪君子在这虚。剑的神意真是无可挑剔。一会儿的擂台肯定值得一看，看完之后，我们再去木剑节的凤凰大街上逛一逛，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。剑王到！见过剑王！诸位客气了。
今日是于家木剑节，开剑首日，得诸宾临门，于某有幸。剑王哪里话，晚辈廷鹤能与其他群侠受邀前来，才是三生有幸。师兄说的没错，更何况今次木剑节，剑王还要以家传剑法西风斩昏火之武境来指点天下剑士，剑王之无私，更令在下敬佩。于某既得剑王之名，自当效仿玄清先祖，为武林后辈广开剑术之门，此事当仁不让。于家剑法有秘，若能择披江湖，当是于某大愿。开剑！